我不过1天没接我老婆下班，再看到她的时候，她就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，在距离我家3000公里的地方。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我很爱我老婆，她每次上夜班的时候，我都会去接她。可那天我生病了，没法去接她，她让我别担心，虽然她不敢深夜打车，但可以坐末班公交车回家。可那晚凌晨，她还没回来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我疯了一样找她，怎么也找不到。第二天早上，却有警察联系我，说发现了我老婆的尸体，要我去认领一下。我当时整个人都疯了，问他们在哪儿，他就告诉我在东北。我懵了，我在江浙，我老婆在东北，将近3000公里的路程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傻傻的赶去了东北，他们告诉我，我老婆是早晨在坟山被发现的，有人过去扫墓，看见她躺在一个坟墓上，凑近了才发现她去世了。检查了一下身份信息后，他们打了电话给我，我抱着老婆的尸体哭成了傻。我那么爱她，生命中却忽然没了她。老婆的死成了悬案，她是半夜11点上车的，那是377的末班公交车。监控显示，这辆车在开入隧道之后，竟是人间蒸发了。而她的尸体是早晨5点在东北被发现的。她在江浙失踪，几个小时后，尸体就出现在了东北。我们是2线城市，根本没有机场。她是如何在6小时内跨越了3000公里？头七那天，我抱着她的骨灰一直在哭，憎恨自己没去接她下班。我听着她的微信语音发呆，她给我发的最后一句语音是：老公，我给你带了药，坐公交车就回来找你哦，亲亲。那是我们离别最后的话语。我一遍又一遍听着，等时间到了深夜，微信却忽然响了一下，他的微信号突然给我发来了一条新语音。我惊愕地打开语音，里边竟是传出了我老婆的声音：老公，救我！我在公交车上，车牌尾号是5845。我傻傻地拿起我老婆的手机，上面还登录着她的微信号。这微信是如何发消息给我的？但那是我老婆的声音没错。忽然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她的微信竟然自动操控起来，开始显示正在讲话。片刻后，我的微信又收到了语音消息：老公，我在377上，最后一班车，我好害怕，你快来救我！我泪如雨下。去世的老婆忽然给我发来了求救信息。正常人都会觉得诡异和害怕，但我一点都不。他的声音听着是那么害怕，让我的心好疼好疼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想把手机拿去给警官看，可当我再次打开的时候，却发现他新消息的记录没有了。可每天晚上，这微信都会收到他的消息，都是他哭着和我求救。每当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新消息都会被清空不见，仿佛从未发过。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疯了，产生幻觉，但如果是因为他而疯掉，让我活在一个有他的世界里，我无怨无悔。377路公交车，这就是老婆希望我去救她的地方。我为了老婆直接辞掉工作，疯狂地进行调查，结果查出了很多东西。377路公交车本来就是一条经常出事的线路。5年前，一位女乘客在车上忽然发疯，车辆还在行驶，她就直接从这老式公交车的窗户跳了出去，不幸离世。3年前，377路公交车司机在开车的时候突发疾病，在车上猝死，带着公交车发生事故，引发很多乘客受伤。司机死于心肌梗塞，可是他之前没有任何相关的病史。根据死者家属的回忆，司机生前勤于运动，身体健康，不像是会得病的样子。虽然377路公交车有很多，但是那2次出事是同一辆公交车，车牌尾号都是5845。
而我老婆去世前上的那辆公交车，车牌尾号也是5845。同一辆公交车发生过那么多离奇事件，本就让人觉得怪异了。还有一点很让人困惑，那就是377路公交车明明在晚上10点就是最后一班了，但我老婆是晚上11点上的车。照理来说，那个时候根本不应该有377路公交车才对。可惜的是，这些事情就算怪异，也没有对我老婆的案件带来任何有用的线索。这仅仅只能证明那辆公交车怪异而已，说到底跟案件本身无关。我和警官还特意去公交公司找过这辆公交车，但公司的负责人却告诉我们，车牌尾号5845的377路公交车早在3年前发生事故之后就再也没有维修，因为太老直接报废了，公司里早已没有了这辆车。他们还告诉我，这辆老式公交车其实就是东北那边收来的，它本身是一辆很老的私人巴士，曾经出过事故，是后来被二手价收过来的。一辆多次出事已经报废的公交车，在不该开的时间突然出现，带着我老婆离奇失踪。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小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甚至有民间传闻说那是一辆鬼公交。老婆的语音每天都在晚上11点发来，哭着和我求救，这让我无心工作，每天吃着存款寻找她的下落。我总会在那个时间出去，看看能不能见到这辆车。调查了许久，我们的调查彻底陷入僵局，因为就是找遍整个城市都找不到那辆消失的377路公交车。整整1年了，我还是没放弃。这一晚是他去世1周年，3月20号，我又来到了老婆生前所上的那个公交站台，静静等候着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等到了晚上11点，我叹了口气，想要离开。路上车辆不多了，路灯也是昏暗暗的，朝着道路的尽头望去，黑漆漆一片，偶尔有几只野狗跑过马路。忽然一阵怪异的老引擎声响起，我循声望去，只见一辆老式公交车正缓缓朝着这里开来，车头顶上写着377的大字，一看车牌号，尾号就是5845。我虎躯一震，大脑全是空白，心脏却开始剧烈跳动。我终于找到它了。公交车在我身旁停下了，车门随之打开，我走了上来。车里面阴沉沉的，司机并没有开灯，这辆车也只有我一个乘客。那司机身体消瘦，面色蜡黄，也许是因为常年的疲惫让他瘦得不成人样，那眼珠凸起，仿佛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一样。我坐上了车，怀着激动的心情拿出了手机，我要报警。调查老婆这个案件的难题，就是因为找不到这辆公交车，最后只好暂停调查。我还特意跟警官要过电话号码，约定好了以后要是有线索可以告诉他。现在这辆公交车终于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又怎么能放过？我打通了警官的电话，那边也很快就接通了。我着急地告诉他，我终于找到了这辆公交车，可是电话那头却只传来沙沙声响。不知为何，明明在室内，信号却变得特别差。我很努力地跟电话那头说话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，最后更是因为没有信号而断掉了通话。这个时候，车子已经缓缓朝着隧道那边开了过去。想到那是让我老婆失踪的隧道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司机的身旁，询问他开这辆车多长时间了。司机却仿佛没有听见我的话，只是自顾自开着车，将车子开进了隧道，而且他开车的速度不慢。我眼看着前面有一辆红色小轿车距离我们越来越近，马上就要追尾了，司机却丝毫不减速，仿佛根本没有把这辆红色小轿车放在心上。在两辆车即将要撞上的时候，我的脑袋不知为何有点晕眩，险些没能站稳，连忙抓住了旁边的扶手，然后又看向了前面的红色小轿车，却不由得愣住了。那辆车竟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不对，应该说整个隧道里的车都失踪了。隧道里面安安静静的，只有我们这辆公交车在行驶。
我正觉得疑惑，一股香烟的味道忽然窜进了我的鼻子。我本能转过头向烟味飘来的方向看去，却不由得愣住了。原本明明只有我一人的公交车，此时却坐了许多人。就在刚才，这些位置还都是空着的。他们穿着不知是哪儿的工人制服，一名老人坐在前边，就是他在吸烟，那香烟燃烧着，味道有些好闻。在公交车的过道上，有2名打扮成精细花旦的，脸抹得极其苍白，眼影和嘴唇却涂得像血，戴着浮夸镶嵌珍珠的帽子，长长的袖子在飘动着。他们踩着绣花鞋，似乎是在唱曲，可以看到那喉咙分明在震动着，却发不出半点声音。车里寂静得厉害，我看着他们张嘴在唱，耳边却只有老式公交车嘎吱嘎吱的声响，以及那难听的引擎声。我没有尖叫，没有慌张，而是沉静下来，看着车上的这些突然出现的乘客。隧道开始变得很长，我以前经常接老婆，这条隧道我最清楚，全长也只有500多米。可公交车在这开着，愣是开了3分多钟，还没有开出隧道。我努力镇定下来，在那吸烟老头身旁的空位坐下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出口，终于快出隧道了。就在这时，我们身旁出现了一辆公交车，与我们并驾齐驱。那也是377路公交车。我透过窗户看着他，车上有面色蜡黄的司机，有坐着吸烟的老头，还有2个唱花旦的，与我车上的人一模一样。我死死地看着那辆车，在那车的后排，有个女人惊慌地拿着手机，似乎是在对着手机说话。老婆，那是我的老婆。我一把扯开窗户，朝着老婆伸出了手，砸着她的窗户。她终于也瞧见了我，惊愕地睁大眼睛盯着我看。忽然出隧道了，身旁的公交车凭空消失，只留我这一辆车空荡荡的在路上开着。老婆去哪儿了？我的眼泪克制不住流了下来，我差一点就抓住了她。在出隧道的那一瞬间，精细的声音在我耳边缓缓响起，犹如调了音量一样，音量逐渐加大，让我逐渐融入了这个情景。隧道外边的公路变了，两边不再是高楼大厦，而是变成了一大片的荒野。夜幕之中黑漆漆的，我身旁的老头又想抽一根了。他拿出一包白色硬核石林牌香烟，我呆呆地看着香烟，这烟的味道不错，但明明早就停产了，是很多经济拮据的老烟民的遗憾。突然，公交车停了，就停在了荒凉的路边，人们陆续起身要下车。他们走路的方式很怪异，每个人都是踮着脚尖在走，他们的眼睛缓缓有了转变，黑色的瞳孔开始变大，竟是遍布整个眼球，使得眼睛没有一点眼白。他们不是活人，绝对不是。我身旁的老头也起身了，我呆呆地伸出了手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。好冰，老头的身体冰凉得厉害，他扭头看向我，而我一把将他按在了车门上，哆哆嗦嗦地问他是不是鬼。车上的乘客们都停住了，我又回头看向他们，颤抖着问他们是不是活人。没有乘客回答我，我握起拳头狠狠砸在了老头的脸上。老头被我打得发出一声尖锐的惨叫，我又3两步来到那唱花旦的面前，一把抓住他的脑袋，将他的头往车窗上砸，嘴里还在怒吼：我日你们妈！我老婆是上了鬼车，她是被你们害死的！我日你们妈！我今天要把你们都宰了！我要让你们魂飞魄散！我的举动在公交车上引起了大乱，乘客们纷纷过来抓住了我，他们的脸色变得极其狰狞，一个个青着脸，张牙舞爪。我不逃反打，直接冲入他们，疯狂地将拳头砸在他们的脸上，怒吼怒骂：鬼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老子死后也是鬼，你们吓唬不了我！把我老婆还给我，把她还给我！一时之间，车上的乘客们没有一个敢靠近我。司机惊慌地要下车，他逃跑的模样很狼狈，身体轻飘飘的，贴在地面上，好似虫子一样爬行。我猛地跨过去，一把将他扯了回来，
然后关上了公交车的门，拿出了打火机，怒视着眼前的这些乘客。我告诉他们，老子不管他们是不是鬼，立马他妈的把我老婆还给我。我说着话，用打火机直接将座位给点燃了，火焰在车里燃烧，车上的乘客们惊恐地发出惨叫，那司机不断发出野兽般的嘶吼，扒拉着车门要逃离，而我扯住他的头发，狰狞地和他说，老子不怕鬼，人都有一死，凭什么你们死得早，老子就要害怕你们？我不但不怕你们，我还要笑话你们死得早。把我老婆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就是你把我老婆带过来的。我将他的脑袋按在了燃烧的座位上，他剧烈地挣扎着，车里的乘客们惊恐地叫着，不断往外窜，却被火焰挡住去路，逃也逃不掉。我看着惊恐逃窜的他们，心里只有痛快。如果是这些家伙害死了我的老婆，那我就要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。火焰遍布整辆车，将我自己也烧得疼痛难耐。突然，我脑子一个机灵，猛地清醒了一下，四周的环境开始变了。我躺在硬邦邦的水泥上，疑惑地看向四周，到处都是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抬起手来，我的手中好像多了什么东西。等我拿出手机一照，才发现手上是张泛黄的老照片，而我四周的环境竟然是当年老婆尸体被找到的坟山。我就躺在他当初尸体被发现的坟墓上，我死死地看着手上多出的老照片，上面有许多人站在一起，这些人分明就是我刚才在公交车上看见的乘客。照片里有个女人站在角落，脸色呆滞。那是我的老婆，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张老照片里？照片上还有一行字：1993年张海路棉花厂合影。翻到照片背后，上面都是人们的名字，其中的一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陈小九。那是我老婆的名字，她的人和她的名字都出现在了老照片之中。我呆呆地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。再打开手机地图，定位显示我人在东北。这点时间，我跨越了3000公里。东北这个时间还很冷。我跳下坟墓，往山下走，紧抓着老照片不放手，回忆着之前的情况。我又给那警官打了电话，半夜3点多吵醒了他。他问我有什么事，我想将这件事情和他说，可一旦我要开口，脑袋就疼得仿佛要裂开了一样，晕得我晕头转向，甚至想要呕吐。只要我想把公交车上的事情告诉他，头就疼得特别厉害，根本让我没法诉说。警官纳闷了，问我到底有什么事。我只能问他，我刚才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。他说没有，可在我上车的时候，我明明就给他打过电话。警官似乎有些不耐烦了，他问我是谁，干嘛3更半夜打电话给他。这话让我听得莫名其妙。我说我跟你认识这么久了，你问我是谁？我老婆坐上377失踪了，这事儿你忘了？他又问我什么377，我只能挂掉手机。在挂断电话的那一刻，我的脑袋忽然舒坦多了，头也不疼了。好奇怪，警官忽然不记得我了，也不记得我老婆的案子。我往山下走着，整理着这次的线索。张海路棉花厂，这绝对是最大的线索。我打开地图寻找张海路，附近还真的有条路叫张海路。山下没有车，我靠双腿走路，到早上6点终于来到了张海路。这儿已经是一条繁荣的街道。我因为冷买了点衣服，还跟人询问棉花厂的事情，但这里的人都不知道棉花厂这件事。最后我直接去了当地的村委会，询问他们有关于棉花厂的情况。村委会觉得我有病，不太乐意搭理我，我就着急的跟他们询问，僵持不下。等他们中午下班的时候，有个中年妇女看我在这儿闹，似乎是这村委会的领导。她搞清楚原委后，问我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询问棉花厂的事。我就拿老照片给她看，她看见照片以后，很惊讶的接了过去，随后用怀念的目光看着照片，感慨着说都是老熟人啊。我就纳闷了，将手指着我老婆，问她认不认识。她说认识，陈小九吗？
以前他在棉花厂做事的时候见过陈小九一眼，他还说这丫头很奇怪，过来就一直哭着说要回家。那天大家挺高兴的，因为难得能拍照，却被陈小九坏了心情，所以他对这个新人印象深刻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只觉得他在瞎扯。我老婆93年都还没出生，怎么却活在了他的记忆里？此时中年妇女叹了口气，她和我说，那陈小九挺可怜的人，刚来棉花厂第1天，结果棉花厂就出事了。我急忙问他什么事，他回忆着当天的内容，叹气说，那天棉花厂开文艺晚会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还拍了照片，厂里特意包了公交车接送，其中就包括我。我家住得近，第一个下车了，结果我下车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车祸，隧道崩塌，一车人都被埋里面了。我听得皱起眉头，问他公交车呢？他说不晓得。我又用手指着照片上那吸烟的老头，问他在不在车上。他说在，这老头总吸烟，很烦人。照片上还有几个精细打扮的，我用手指出来。他说这俩人唱得可好了，那天文艺晚会还得了夸奖，回去的路上他们也没卸妆，还很热情地唱给我们听曲儿，是两个很好的人呢。我脑袋嗡的一下，直接问他那天是不是3月20日？他惊讶地看着我，最后说这事儿当初没怎么报道，你为什么会知道？我那天表演的节目还获奖了，奖状上写的就是3月20日。是了，我可以确信，我似乎是回到了公交车出事的那个夜晚，吸烟的老头，唱戏的花旦，只是不知为何，我的老婆也融入了那一天。我忽然在想，之前的377出事会不会都和这件事有关？我急忙拿出手机查询这些年377的新闻和时间，对比着老照片上的名字。5年前的3月20日，受害人李 X 红从377路公交车上一跃而下，不幸离世。3年前的3月20日，受害人张 X 飞在驾驶377路公交车时突发心梗，造成车祸，大量人员受伤。那些去世的人，只有我和老婆出现在了东北，我老婆更是在1993年就死去。我很快查出了几处事件的不同之处，那司机和女乘客都是在进入隧道时出事的，他们没有坐完隧道，我是一直坐到公交车离开隧道，而且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老婆的时候，我可以看见她也出了隧道。我忽然想，莫非是大家当时见到了一样的情景？难道我当时见到的是出现在93年的她？只不过女乘客见到车上突然出现的人，吓得跳窗而亡，而那司机也是发现乘客突然变多，直接吓出心肌梗塞。这种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。此时中年女人突然叹了口气，这么说来，今天就是他们的忌日了。我听得一愣，什么叫今天是他们的忌日？昨天不是3月20日吗？我昨天在老婆去世1周年的时候遇到了那辆公交车。我急忙拿出手机仔细看，才发现日期竟然变成了3月20日的上午，时间竟然倒退了。也就是说，今晚我再去那公交车站，很可能再次遇见这辆鬼公交。来不及了，我连忙不顾这中年妇女，赶紧出门打了辆出租车，让她送我去动车站。因为我看过了，现在我坐动车去省会，再转去机场，就可以在晚上9点回去，还来得及去公交站。老婆，我还想再见我老婆一面。我买票上了动车，忽然在想，事情变成了这样，那我老婆还有出现在这个年代里吗？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岳母的电话，电话那边很快就接通了，传来了岳母的声音，她竟然问我是哪一位。我很难受地问她，你是不是有2个女儿，一个叫陈小九，另一个叫陈媛媛？她愣了一下，说，我就媛媛一个女儿。是了。我挂掉电话，一切都变了。当老婆去了93年后，这个年代直接就没有了她。在这个她被世界遗忘的年代，只有我还记得她，对她念念不忘。
老婆，我想起他，忽然脑袋有些疼痛，在消失。我努力地想着他，却发现关于他的记忆正在不断消失。第一次吻他，第一次把他拥入怀中，那晚夏天的烟花下，我单膝跪地，说要娶她回家。那些宝贵的记忆全都在遗忘。我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脸，低头看着老照片。老照片正在我的手上渐渐透明，转眼彻底消失。不可以！我拿出手机，他的微信却不见了，仿佛这个微信从未出现过。我拿起手机，一次次给我的联系人们群发消息：陈小九，陈小九，陈小九。我不断重复着他的名字。我相信那张老照片是他在和我求救。人们收到消息问我陈小九是谁，我却依然不断地发着我老婆的名字。纵然世界都忘了他，我也不能忘记他。我不能让他变成只在93年活一天的人。到机场后，我累得在飞机上睡了过去。醒来以后打开手机，满屏的陈小九还在我的眼前。我努力寻思好久，努力回忆这个人是谁。终于我想起来了，那是我此生最爱的人。记忆快忘光了。我打了辆车，让司机一路加速去公交站。来到公交站已经是11点了。那辆5845的377路公交车已经出现在了公交车站。我连忙付了钱，跳下出租车，疯狂地奔向了公交车。终于气喘吁吁地上来了。司机看了我一眼，仿佛已经忘了我是谁。我坐在座椅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死死地看着前方。公交车再次启动，车子进了隧道，一切都如同之前。手机没了信号，我就仿佛与世隔绝了一样。当我头晕了一下之后，那些乘客们再次出现在了这辆车上。隧道里安安静静的，只有我们这辆车。我站起身，来到了司机身旁。他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我直接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，直接将他提了起来。他身体轻得要命，在我手上不断挣扎着，而我扇了他一耳光，狰狞地对他骂道：就是你害我没了老婆，滚！我打开车窗，直接将他丢了出去，然后自己操控着大巴。我没开过大巴，但我会开377。在他离开的这1年里，在这365天里，我坐过多少次377，一直在思念着他的回来。我死死看着身旁的位置，在车子即将开出隧道的时候，终于有一辆大巴车和我并驾齐驱。那让我朝思暮想的姑娘就在车上惊慌地拿着手机说话，那是她在向我求救。那辆车上的司机竟然变成了我。刹那间，我打死方向盘，直接将我的大巴朝载着他的大巴狠狠撞了过去。砰！两辆车撞在一起，但却没有发生寻常的碰撞。两辆车逐渐融合在一起，变成了一辆车。我踩下了刹车，车子来了个急刹。我连忙站起身，回过头，他就在那个位置上，和我在一辆车上。小九。我呆呆地朝他走去，他也是震惊地看着我，忽然没忍住，呜啊一声大哭了起来。他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。我找了你好久，我叫了你好多次，我每天都想遇见你，我每天都想你出现在我身边。日复一日，我每天都在这辆车上和你呼救，我逃不出去，我离不开这，我只能一次次找你。我的心格外的疼，直接将他搂入怀中，心疼地与他说：我每天都在听你找我，不要害怕了。我牵起他的手，他的身体也是那么轻飘飘的。我带着他往外走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没有了司机的公交车却忽然开始缓缓行驶。开始了。老婆害怕地与我说：要开始了。我阻拦了好多次，却怎么也逃不过这个结局。不对，你不该来，我不想你也变成我这样，每天都重复着自己的死去。轰隆！忽然，前边的隧道开始崩塌，大块大块的岩石塌落下来，
车上的乘客们发出尖叫，但车子还是不断地往前面开去。老婆哭着和我说，我记不清自己死了多少次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大家都在车上眼睁睁看着自己死掉，却根本就逃不掉。他们在求救，他们日复一日的死去，每天都恳求有人来解救大家。我冰冷道，他们从我身边带走了你，我恨不能亲手将这些家伙的皮都扒下来。我不会解救他们，我有别的办法带你离开。我拿出了准备好的打火机，准备将大巴车给烧了。他却忽然扯住我，着急地和我说，不要，我已经和他们融为一体了，你这样救不了我的，我已经是活在93年的人了。操！我没忍住骂了声脏话。公交车还在往前行驶，我扑过去抓住了无人操控的方向盘，狠狠地将方向盘打死。当我抓住方向盘的那一刻，我却感觉到自己的体力正在快速流失。我看向后视镜，上面照着我的脸，我的面庞开始出现皱纹，我的眼袋开始下垂，从年轻人朝着中年缓缓衰老。那段悲剧仿佛把我也扯去了93年。我有种预感，一旦我失败了，我就会像陈小九一样被困在这个地方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看着自己悲惨的死去。想到这儿，我没忍住笑了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那明明是最坏的结果，但对我而言也比现在要好。哪怕每天都在死去，至少他还在我的身旁。可若是余生没有了他，那是比死亡还要痛苦千万倍的生命。我操控着大巴车，开始让车子倒退。轰隆，那大块大块的岩石还在掉落，崩塌的隧道连成了线，如同朝着我们逼近的末日。裂缝越来越长，受损面积越来越大。车上的乘客们还在尖叫。我将方向盘打死，在这隧道里努力掉头。车子撞上了岩壁，但我不在乎。我换了方向，踩死油门。身后的隧道还在不断崩塌，大巴也在使劲加速。逃回去的路上，我见到了被我丢下去的司机，他也惊慌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而逃，妄图能离开这个崩塌的区域。我叹了口气，只好打开了车门，在他旁边放慢了速度。司机抓住了车门，急忙爬了上来。我迅速关上车门，又将油门踩到底。前方的出口距离我们越来越近，崩塌还在继续，却隐隐约约有其他车子的影子出现，他们如同幻影，开在我们的身旁。隧道在变化，一下子是崩塌的老隧道，闪烁着昏暗的黄色灯光，一下回到了现代隧道，干净而又明亮，宽敞又平坦。我们正在93年和今天不断变化，随着我的油门越来越快，回来的迹象也越明显。那出口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，我看着前面的出口，忍不住回过头来，却见陈小九陪在我的身边，担忧地看着前方。我单手操控，牵住了他的手，轻声道，如果回去了，我这辈子依然会好好的爱你。如果没回去，往后的每一天，我和你一起面对。有句话从来没和你说过，这辈子能遇见你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他红了眼睛，也紧紧地抓着我的手。车子终于开出了隧道，我的脑袋也跟着晕眩，四周的景象在剧烈变化。突然，我的大脑传来了一阵强烈的清醒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。好难受，头很痛很重，而且还鼻塞。手机响了一下，是收到了微信消息。我打开微信消息，却见是他发来了语音，老公，我给你带了药，坐公交车就回来找你哦，亲亲。回来了。不要！我连忙坐起身给他打去了电话。当他接通之后，我立即问他，你在哪儿？你在什么车上？我还没上车呢，我想坐377回去。车来了，我要上车了哦。先别上车，车牌尾号多少？5845。怎么了吗？我破天荒对心爱的他说了脏话。陈小九，我日你大爷！你不准上车，你他妈在原地站着等我，我现在就去接你。你要是敢上车，你这辈子就别想和我在一起了。等我马上来。我急匆匆出了门，开上了车，疯狂地朝着公交车站而去。日期变了，变回了1年前的3月20日。我开着车一路飞奔，终于来到了公交车站。377公交车还停在那儿，明明过去好久了。陈小九就站在路边，穿着她最爱的那件裙子，
涂着他最喜欢的口红，眼睛却是湿润润的。我停下车，呆呆地看着他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呜呜道：“你好好的干嘛凶我？”我打开车门，直接将他拥入怀中，他却不让我抱，委屈地哭道：“人家看你生病，还特意给你带药了，你凶什么凶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！”我贪婪地吻着他，不顾他的阻拦，抱得特别紧，仿佛恨不能和他融为一体。他被我吻得方寸大乱，软软地倒在我怀里，小声道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要是我被传染了怎么办？那就好好在家待着，再也不准出来坐公交车。你立马给我去考驾照，我拿存款给你买台小车。”他歪着脑袋，好奇地看着我。我拥他入怀，使劲地嗅着他的发香。我回过头，看向了377路公交车，上边的还是那个司机。我死死地看着他，而这个时候，车上模模糊糊出现了一些人影，赫然就是那些乘客们。他们不再是呆滞的脸色，而是对我露出了微笑。司机挥了挥手，然后关上车门，启动了车子。那辆公交车开始变得逐渐透明。我将陈小九抱在怀里，呆呆地看着那辆公交车。在进入隧道之前，公交车从透明化为了星光点点，飘散在天地之间，再也没了踪影。我低下头，吻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轻声道：“老婆，我爱你。”你凶我，我不喜欢你。哼，不准再亲了，我生气了，不让你亲。我又紧紧地抱着他，我不在乎那公交车是虫洞还是时空裂缝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。世界那么大，我只在乎他，有他真好，再也不会失去他，再也不会。